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植西聪先生所著的《让生活充满乐趣，成功老去的习惯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拥有梦想和生活意义，不要过度在意年龄，要提升行动力；第二，乐观思考，享受乐趣，不为小事而烦恼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拥有梦想和生活意义，不要过度在意年龄，要提升行动力。我们将从梦想和生活的意义、年龄和行动力这3个方面探讨如何度过充实的老年生活。第一个要点是拥有梦想和生活的意义。百年人生这个词可能让每个人的感受不同，有些人会对能够活到100岁感到兴奋，而有些人则觉得这让人很困惑。如果能活到100岁，在65岁退休后，老年生活将占人生的 35%。 那些只将工作或养育孩子作为生活意义的人，在这个阶段可能会变得十分消极。然而这段时间也是拥有充裕自由时间的宝贵时光，因此首先要学会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段时光。为此，拥有梦想和生活意义非常重要。在年轻时，我们可能都曾梦想过各种人生目标，并以此作为生活的动力。虽然大多数人未必实现了所有的梦想，但那些梦想和希望却成为了我们人生前进的动力。无论梦想能否实现，它们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然而随着我们变得成熟和年长，会逐渐对现实有所了解，很多人放弃了梦想，特别是进入老年后，有些人甚至觉得再谈梦想和希望是件丢脸的事。然而谁规定了进入老年后就不能拥有梦想和生活意义呢？恰恰相反，拥有梦想和希望能让我们更加积极地面对老年生活。有一句名言，心灵永远不会有皱纹，这意味着无论年龄如何，只要拥有梦想并追求它，我们的心灵就能永远保持年轻。作者认为，拥有梦想和生活意义正是保持心灵年轻的关键。很多人认为拥有梦想是年轻人的特权，但实际上，老年人更适合拥有梦想并积极追求。原因之一是，老年人通常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，在工作、育儿和家务的重担解脱后，他们可以追逐年轻时无法实现的梦想。因此，拥有梦想是老年人的特权，充满活力地享受人生才是老年生活的真正意义。即使您还未进入老年，也可以想象拥有自由时间时，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。通过这样展望未来，期待老年生活，可能会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第二个要点是，不要过度在意年龄。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兼科学家格奥尔格·克里斯托夫·毕希滕贝格曾说过，不断想着人会逐渐变老的事情，是让人迅速衰老的最大原因。简而言之，要想在年长时依然积极快乐的生活，不去过度关注自己的年龄非常重要。每天想着自己不再年轻，担心变老，感慨已经到了这个年纪，都会加速衰老的进程。日本历史小说家井上靖也曾说过类似的话：年龄本身没有意义，过着年轻生活的人就是年轻的，而过着老态生活的人就是年老的。作为一名作家，他对年轻生活的表述非常巧妙。所谓年轻生活，指的是抱着愉快的梦想，积极行动，不惧挑战，享受生活为优先的一种生活方式。那么你所想象的年轻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您现在是否过着年轻的生活呢？如果我们能够时刻实践这种年轻的生活方式，不论到了什么年纪，都能保持年轻的状态。大家应该放弃如果我再年轻一些，我就会做某事的这种想法了。您依然年轻，您所说的如果年轻就会做的事，现在就可以去做。时间上并不算晚。正如西方的一句谚语所说，年龄是由自己感受到的年纪所决定的。大家可以在每天早上照镜子时，试着对自己说一声，我今天也很年轻，我的脸上依旧充满了朝气。第3个要点是要提升行动力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体力、耐力和集中力都会下降，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。
然而，如果以年纪大了，动不了了作为借口，停止去使用体力和肌肉，他们只会越来越衰退。正因为会衰退，所以更需要我们动起来，多出门走走，锻炼一下身体。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一些运动，这样可以将身体的衰退降到最低。有一项调查显示，近年来许多老年人都注重保持健康。研究对比了1992年和2002年老年人的行走速度，结果发现2002年老年人的行走速度要快得多，男女的体力都大约年轻了11岁。短短10年，老年群体的体力有了显著的提升。由此推测，再过20年后，现今的老年人的体力可能会更强。这反映了许多老年人为了健康长寿而不断的努力。您可能也有这样的感受，以前到了某某岁数的人已经像爷爷奶奶一样了，但现在同龄人却显得更加年轻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成为如此年轻有活力的老年人呢？实际上，活跃的老年人有3个共同特点：不谈过去，活在当下，享受当下。不谈过去是指他们不会夸耀自己年轻时的成就或抱怨过去的辛苦，而是专注于当下的生活，积极行动，追求更多的快乐。也就是说，关注现在的老年人往往更加健康和活跃。这些活跃的老年人有4个共同的追求：工作，他们希望终生工作，直至生命的结束；美食，寻找美味的餐厅，并通过博客或社交媒体进行分享；旅行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，他们都热衷于到处旅游；学习，积极参与文化中心或大学的终身教育课程，或参加兴趣学习会。许多老年人不仅仅专注于其中一个领域，而是多重结合，享受后半生的乐趣。有些人甚至沉浸于其他爱好中。如何保持年轻心态的方式多种多样，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快乐的事情，积极生活。从年轻时开始，养成思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的习惯，寻找能够带给自己乐趣的事情，并勇敢地去挑战。您的生活属于您自己，只要您全心全意享受，别人在意什么都无关紧要。如果您能享受人生，那么年老时也一定能继续享受生活。即便过去未能充分享受生活，也没有关系，永远不会太晚。您还有很长的老年生活在等待着您。从今天起，怀着梦想与希望，过上自由自在、闪闪发光的人生吧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乐观思考，享受乐趣，不为小事而烦恼。我们将从心理层面探讨如何让老年人群快乐地度过人生的后半段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们会不自觉地开始担心未来。尽管现在还很健康，但以后会不会得上威胁生命的重病？退休后没有固定收入，是否会为金钱而发愁？类似的忧虑会越来越多。然而，要想积极享受老年生活，我们必须明白，人生总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发展。与其担心未来，不如放开胸怀，享受今天的幸福，这才是一种聪明的态度。犹太谚语中有一句话：不要为自己无力改变的事情而烦恼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事情会超出我们的掌控。比如，您可能想赚更多的钱，但找到高薪工作却不再容易。即使有动力，体力也可能跟不上。然而，与其因此忧虑，不如乐观一些，减少不必要的焦虑，这样的生活会更加轻松。另外，学会放下不需要的东西也很重要。有些人进入老年后搬家，不得不处理掉旧家具，卖掉房子，这可能引发搬家抑郁，因为放弃曾拥有的东西带来了失落感。然而，如果我们以乐观的心态来看待这一切，放下这些物品反而能让我们感到轻松，就像是卸下了肩上的重担。2010年，以86岁高龄辞世的日本女演员高峰秀子，在她70岁左右时，卖掉了自己居住的豪宅，搬进了一间只有书房、卧室和厨房的小房子。虽然她肯定也对放弃这些充满回忆的物品感到惋惜，但她表示，正是因为放下了这些，自己才感受到
肩上的重担被卸下，从而变得轻松自在。因此，我们可以选择为失去的东西感到痛心，或者欣喜地享受得到的自由。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。即使曾拥有过很高的社会地位或名誉，最终也必须学会放手。与其执着于过去，不如果断地放下，以轻松的心情迎接新的挑战。放下过去，能让我们心情变得轻快，也为未来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同时，也要学会放下对过去失败的纠结。每个人都会回想起曾经的失误，但与其为过去的错误感到遗憾，不如认为当时的选择是最好的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忧虑和烦恼都是无济于事的。最重要的是从中寻找积极的一面。接下来，我想分享一个积极面对老年生活的故事。在东京的一个市场，有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经营着一家小型的比萨店。虽然年龄已经超过90岁，但她依然充满活力的工作。她经常会冒出新的点子，比如想到某种新口味的比萨可能会吸引顾客，便立即付诸行动。虽然有时这些想法并不成功，但她从不为此感到沮丧。正因为如此，她才能在90岁高龄仍然充满干劲的工作。总之，学会不为琐事烦恼，尽量专注于生活的积极面。即使年纪渐长，也不要因为临近死亡而过度忧虑。正如禅语所言，在痛苦时就承受痛苦，在该死的时候就坦然地死，这便是解脱痛苦最好的法门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但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既然我们现在还活着，就应该专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，而不是整天想着死亡。此外，许多不安和忧虑往往是模糊的，与其陷入这些不确定的想法中，不如试着用具体的数据和数字来理解生活。比如，如果我们粗略计算，从20岁进入社会工作，到65岁退休，在这45年中，假设每天工作8小时，总计大约有8万小时。而如果从65岁退休，活到85岁，那么在这20年中，即便扣除睡觉、吃饭、洗澡等生活时间，你也有6万至7万小时的自由时间。假如活到100岁，这个自由时间甚至超过10万小时。这些数据告诉我们，越长寿，越健康，我们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就越多。因此，如何利用这些自由时间来充实人生，非常值得我们思考。如果您还担心年老后的生活会无聊，那么不妨看看那些长寿人的例子，他们是如何享受生活的。例如，通过打扮自己提升心情，或者通过阅读丰富精神世界。根据调查，超过75%的60岁以上的人表示喜欢阅读。在年老后，可能会变得难以阅读文字，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的，比如听的方式来找到快乐。人生的后半段，其实是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光。无论过去经历过什么，也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最重要的是把握现在，热爱生活。不要总想着如果我再年轻一些就好了，因为此刻的您，正是您未来回望时最年轻的时刻。记住一句话，决定您人生质量的，从来不是年龄，而是您的心态。愿我们都能带着梦想与希望，活出自由、洒脱、闪闪发光的人生。无论您几岁，从今天开始，都不算晚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